今天给大家唠唠曹髦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。首杀曹髦我是提前拿到体验卡玩的，总体的游戏体验就给我感觉他是一个非常粗暴、非常莽的武将，整局游戏就干一件事儿，清空敌人的防御牌，或者说直接不让别人出牌，到最后开个限定技啊，出个技能特效装乱逼，然后打个贴错9水杀结束了。他这技能给你写的花里胡哨的，又是持恒技，又什么光环的。其实说白了，这个将就是一个中敌无敌加强版的潜行马代啊！给我的画面，也是曹髦到大街上拔剑登年，但是他不只针对司马昭一个人啊，他是开着他那个小车，所有人都撞啊，见一个撞一个。GTA 是吧？你队友的9桃闪招你惹你了，你就移除，凭啥这场上所有人都跟着你陷入死战呢？超雄是吧？当然有一说一，首杀的这个美工确实顶。曹髦是首杀第一个拥有双形态原画的武将啊，一形态整体的场景比较压抑。人生的至暗时刻来了呀，曹髦这拳头一攥，是时候该赌一波了。不赌，那永远被司马氏压一头；赌了，别管成功不成功，至少向后人证明了我曹氏子孙是有血性的。二形态就很激昂了，登车拔剑起，奋跃不乱尘，勇敢的往前冲吧，往前看，别回头。你祖上曹氏三杰，曹操、曹丕、曹植都在你身后为你保驾护航呢。这两个原话挺有感觉的啊。咱看曹髦的技能啊，3血2技能吧，一技能潜龙，上来就是持恒技，开始持恒了啊。此技能不会因为其他技能效果而失效，借锁定技是吧？那这个持恒技它只是说不会失效，该失去还是会失去的。你像谋曹丕、蔡文姬的断肠都可以把他的这个技能给搞掉。然后呢，就到了最有逼格的道心值，这个道心值系统就是一个能量槽。曹髦武将框旁边有一个燃烧的剑，这就是曹髦的专属道心值槽。然后曹髦受到伤害、造成伤害，获得牌都会给他增加道心值，分别对应10点、15点、5点啊。反正你点数这个提上去，你就能拿技能。25点你可以获得一个清正，清正呢本来是谋曹操的技能，到曹髦这儿，他直接把谋曹操2制式标记的完美清正搬了过来。出牌键开始时，你可以弃置自己手牌中一种花色所有牌，然后观看一名其他角色的手牌，并且也可以弃置他其中一种花色的所有牌。如果你弃的他的牌的数量少于你自己弃的牌，那你就能对他打一滴血。清正这个技能讲道理还是很实用的，就对爆嘛，敌人还要防着你啊，不能留一种花色的牌，不然全被你拆光了啊。就硬清敌方的防御牌嘛，你要自己多弃，敌方少弃打伤害，你还可以叠道心值，这也是一个尽早开技能的途径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清正可以配合接下来的这个9师，道心值到50点，曹髦就可以拿到9师了。这个9师是借曹值觉醒之后的9师，正面朝上可以主动翻面喝酒，背面朝上你受到伤害后你就可以翻回来啊，每次翻面你都可以检索一张锦囊牌。那曹髦的9师是比曹植要强的，你曹植打9杀你没强命啊，而我曹髦有，我直接先清正把你闪清了，然后一刀9杀干你，打你血量是一方面，叠道心值也是一方面啊。叠够75我就拿到放逐了，这个放逐我觉得设置的挺尴尬的啊。出牌阶段限一次，你可以让一名角色直到其下回合不能使用锦囊牌以外的牌啊，或者是技能失效啊，但你不能选择上回合已经选择过的目标发动。这个放逐阴间就不说了，主要是你这个功能感觉和清正有点重合，包括后面的限定技也是，你不都是在清敌方的防御牌吗？或者说在削弱敌方的爆发能力，不给敌方有出闪的机会。这3个技能放一起，说实话游戏性真的不高吧。你说清正和放逐分别去整不同的敌人，不针对一个人使也行吧，但是我觉得你换个技能真比你这3个技能组合在一起玩有意思。被束缚住了，非要封曹植、曹丕、曹操这3个人的技能，他3个人就整不出来一套很有意思的技能组。接下来都道心值99，你就拿到绝境了啊，99归1。绝境这个技能是曹髦的卖点，我觉得特效大于一切啊，确实很拉风。给大家暂停看一下。兴奋无所，朕宁拼一死，贼安敢一战？雷杀，新疆救破，卧龙出山。绝境上来就加护甲啊，遇事不决加护甲，血量就给你留一滴，其他全变成护甲，你曹髦还能多换2点。当然这个不重要，主要是绝境它有个光环效果叫向死存位，直接将牌堆、弃牌堆、场上以及所有人手牌中的闪逃9移出游戏，对，直接后续对局就没有闪逃9这个概念了，全员进入死战。那这个氛围感还是有的呀，
就是你这个光环的效果啊，还是和之前的技能重合了。你这绝境使出来，你都没牌了，你青城还拆啥呢？你在死战的场景下，其实你曹髦自己没有占特别大的优势，无非就是打个铁锁9水云杀。你在开大之前也能打，你说封牌，你在开大之前也能封，反倒是让其他一些原地起爆的将笑喜了，对吧？刘老板笑喜了呀，这没闪没桃，我不耍疯了吗？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曹髦本身他就是一个打一波流的武将。的一套给你整出来，把你闪桃9缺废掉，然后接一刀9杀，已经很逆天了。我就是来给你赌命的，不要指望我给你打持久战。最后看看主攻技卫统啊，这个主攻技就没啥说的了，当主攻多加道心值，一个卫士的角色加20点。总来说呢，曹髦是一个一波流的爆将，技能之间也有联动啊，清正配合90叠道心值，接手放主锁技能，很有压迫感。斗地主和22都无脑强。军把你当主攻，你甚至开局就有机会放大招进死战，很有逼格。前面忘说了，就这个将逼格高到什么程度呢？他连阵亡都有动画效果。那阵亡还算了，你开音乐的话，它也有专属的 BGM， 就很离谱。纵不成生死，臣以为太子出生。OK， 这是曹髦啊，这个将跟大宝文阳一个性质，都是爆米花爽将。你不要指望这个设计它能有什么深度，至少它没有偏离曹髦的人设，我觉得就还凑合。这种将就看价格了，性价比高就没有太大问题。你要价格整得很离谱，上百宝珠那就走远了。朕宁拼一死，逆贼安敢一战？朕安可坐受废辱？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。